あなたが可愛いからよ。だからいじめたくなるの。それどういう ？Hello， 大家好，我是自带大头特效的小王，今天非常有幸邀请来了我这个6年的老朋友郎老师。Hello， 大家好，我姓郎，你们管我叫郎什么都行。然后我也是一朵90后的后浪，自己说自己是后浪。现在在互联网行业工作。小郎老师确实是一朵名副其实的后浪，92年年纪轻轻的人，现在已经做到一家上市公司的总监级了。回到我们的标题，我们并不是标题党。小郎老师确实是这个跟自己的女上司成为了男女朋友的关系，并且在这段关系之后呢，实现了这个工资的翻倍上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前因后果吧。行，我先说一下我之前的工资吧。我在沈阳毕业之前拿到的工资是3200，那个时候基本上是属于高薪，在朋友圈里面都属于高薪。然后在沈阳生活基本也不愁吃不愁穿，感觉自己是一个中产。几个月之后来到北京总部，这边给我开了5000块钱的工资。那个时候感觉我自己已经成为高产了，然后在北京几乎可以翻云覆雨。但是呢，现实给我一头重击。咋重击的？快说。我第一个月拿到5000块钱工资的时候，就在互联网工厂西二旗这边租了一套房子，差不多10平左右，花掉了一大部分钱嘛，然后花了1000多块钱用来吃饭，再有1000多块钱用来布置整个刚来北京的一些生活用品，然后基本就把所有的钱消耗殆尽了。这个是刚刚起步的阶段。然后在1年之后，我遇到了人生中的最重要的转折点。转折点就是你这个女上司是吧？对，我人生中的小姐姐就来到我的面前，改变了我的人生。嫂子是比你大一点是吧？比我大5个月。我在公司里面做的是管卫生，然后几个月之后吧，就去产品部门轮岗。在轮岗的第一天，就遇到了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这个小姐姐。当时看到第一眼的时候，就感觉解决了我另一半的问题。就你自个儿这么想的吗？人家这么想了吗？人家想没想我不知道，反正我已经在心里面埋下了种子。当时我这个脑海里面只那个飞入了一个问题，这个小姐有可能未来会成为我的女朋友，当时非常的狂妄，当时对她一无所知，就感觉通过这个颜值判断起来，差不多有我这方面的感觉。当时你是一个新人，你是工作几年？当时1年，工作1年，然后嫂子当时工作已经3年了，快3年。那其实你俩年龄差的并不多，是吧？对。然后怎么采取措施？咋处理的？最主要的就是这个，你得教大伙儿这咋处理的。这个就比较有意思啊！我那个做产品助理，因为啥也不明白嘛，我是一个完全小白嘛。但是我女朋友基本是相当于产品专家嘛，什么玩意儿都懂。这就是给我创造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我每天谦虚的跟她请教问题，创造了这样一个交流的机会。然后我也是因为想去学习，在我的职业生涯上有一个浓墨重彩的发展，然后我把我自己的座位调在了他的旁边，建立这样的一个桥梁。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不能表现的有点太菜鸡，对吧？我得把我自己的能力表现出来。聊了一段时间啊，才发现这个小姐是一个真学霸。我说有多学霸？她当时是那个全省裸分第12名的成绩，考上了复旦大学。小姐是从小学一直到高中，一直是以全班第1名的身份度过过来的。咋就看上你了？所以说我的手段非常非常高明啊！自己说自己手段高明。我跟你们讲一下我到底怎么搞定我女朋友的。就这么一个名校毕业的大学霸，怎么看上我这个这怎么说？双非是非985非211的，我是我们学院的倒数第3，他是他们学院的倒数第2。我一直嘲笑的学习成绩特别差，而且还比我菜。当时为了不表现出我特别菜鸡，我怎么办呢？首先啊，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浪，我一定得表现出我自己的在思想程度上是有一定深度的，对这个世界、对这个互联网圈有一定深度的思考。对，但是你说实话，因为本身刚毕业2年，也本身没什么思考，那怎么办呢？当时我是找了2款非常非常牛逼的 APP，一个是某道，另外一个是某灯。OK， 明白，懂的都懂。当时这2款产品还没有特别的普及，然后呢，每天早上从家出门开始，从坐地铁一直到公司这个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都会听一篇这个他们的牛逼的文稿，然后我就发现里边的内容非常非常的洗脑。去到公司之后，基本上趁着这个热乎劲儿，然后把我所有的知道的内容都跟我女朋友说一遍。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我读了几本书，读完之后就来公司给她讲。我也念几本书名啊，当时特别牛逼的名叫啥呢？什么人类简史，什么文明简史。那时候就比较早，是吧？对，那时候刚说感觉非常牛逼啊，那时候观点都比较鲜明。再加上还有什么联盟啊，这些失控啊，这种非常牛逼的名字，我自己看书也看不明白，太长了，我就听个音频，最起码上关键要素就差不多。大概里边讲啥都知道。对，都知道。然后我基本在那个进临门一刻，或者是跟我对象、跟我女朋友讲之前嘛，我都会再复习一遍它里边的文稿，我开启话题，然后开始给他讲。这个是很牛逼的，你知道吗？每天谈论的话题就是未来什么人类即将走向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呀，什么这个很牛逼。再加上那个阶段，什么 VR、AR、人工智能、互联网的概念层出不穷的出现，感觉我是一个脑洞要大又具有想象力的一个高瞻远瞩的，特别有潜力。就是虽然现在没有那么高的位置，但觉得你很有潜力，是吧？对，可塑性极强。可塑性极强啊！那你持续了这个给人家洗脑洗多少年？追到手的？差不多4、5个月吧，4、5个月基本上搞定了。搞定。你这视频录完都有人骂你是 PUA，我靠！
当时怎么表的白？就重点别说那些没有用的，告诉大伙儿怎么表的白。表白吧，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怂，我不太敢当面表白。但有一次一块儿坐车到家之后吧，我就那个趁着这一波情绪，我就发了条微信，我就想跟你那啥嘛，在一起嘛，对吧？这差不多这意思，但是具体什么文案我记不住了，没有太多牛逼的文案，就非常非常常见。基本这句话说完之后，大概率的方向基调已经定了，就是每天对吧，再回公司的上班，整个这个双方的事件也不敢太有交集，有交集就代表了一种肯定。所以那个时候还不太敢有这种肯定，也不知道什么阶段，也莫名其妙的就在一起。他们一开始你是发了一个特别暧昧的一个文案，你有明确的说我喜欢你，我和你在一起这种话吗？好像是有，我记得一开始就。然后他没有正面的回答你，对，没有。然后你们两个就是有暧昧的关系，持续了多久？对，持续了也不长时间吧，基本就在一起了。但是我感觉这个情感的积累还是很长，有一段时间了。再加上这个属于灵魂交友，你知道，每天跟他讨论的话题都基于什么宇宙人生这些。你们的对象处的太累，正常人家都那啥看电影吃爆米花，你们搁这块儿无人论道啊！我没有，我没有吃过爆米花、烫电啥都没有，基本上。后来你们换公司了吧？对，后来换公司了。你们大概多久换的公司？在一起1、2个月之后就基本上就换了。我感觉在公司也比较尴尬，确实尴尬，就换了。现在你收入已经超过嫂子了，对吧？超过了，最近刚超过的吧？是吧？所以就是在当时那个情况，虽然嫂子是很觉得你很有这个潜力，对吧？觉得你是个潜力股，但大多数人可能觉得，哎，你就是一穷小子。当时你是怎么让他的父母喜欢你的呢？这个要说年初了，这个就有意思了啊，这个有意思了，因为我们家是东北，然后他们那个我女朋友老家是那个西南的，贵州，整个中国的这个对角线好几千公里，这个真是特别远啊，整个的文化差异还特别大，语言也不太通，说实话真不太通。今年的过年的时候，我去他家，我第一次去他们整个贵州老家，去体验那边生活，然后看看他们的父母。总体来说，双方都感觉还可以，都比较满意。贵州这边比较善喝酒，所以我带着整个这个叫郎酒，我带了一瓶跟我是同一个姓的酒，有一些代表意义。我为了是深刻的体验他们的文化，我去自学了麻将。然后这边的贵州麻将跟我的东北麻将还非常非常大的区别。从第一天打麻将开始到最后一天，每天我都固定输钱100到300块钱，没有一天我赢的。那你们现在咋规划的？有规划吗？这些没有太明确的规划，但是这个玩意儿基本在心里面嘛。我对这个感情、结婚的层面，不能说想的不太多吧，因为结不结婚这只是一个形式上而已。就是我现在感觉我跟女朋友就是结婚以后的状态，就是感情都非常好，平时生活上也比较合得来，然后因为她虽然也加班干得非常非常认真，因为我这边也是同样的状态，所以说整个回家有事儿没事儿都能。因为都是产品经理嘛，有事没事的回家对个需求啥的，互相能帮助起来，非常有意思。所以也就是说，你这些年的高速的这个晋升、涨薪，基本上都是在你女朋友这种在家里跟你每天这种高等交流的这种环境里边。对，博弈，你知道吗？博弈，我哪地方有问题，她都会帮助我，然后她哪地方有问题，我也会帮助她，互相来博弈嘛。就是这个是互相促进螺旋式增长。郎老师现在在海外买了几套这个菲律宾那边投资的房产，对吧？对，你自己也买了一些房子了，那你现在没有考虑在北京买房吗？基本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来说，在北京买房是指日可待的。骂他，弹幕骂他，指日可待的。但是吧，我对房子没有太多的感觉啊，就是买不买都无所谓的，就是你看你人生价值嘛。买房不是我的人生目标，工作中实现自己人生价值还是我现在主要考虑的嘛。别看郎老师这个嘻嘻哈哈，脸皮贼厚，但确实是这个跟我一样都是双非学校出来的，然后凭借自己的努力，现在在北京，咱也不好评价，但是这个收入在同龄人里边确实算是还蛮高的了。所以就有没有一些好的一些建议？刚才我也说了，这最大的特点是脸皮厚嘛，这个是我目前感觉是一个优点。这个优点反馈出来就是要自信自己能在北京胜任下去。剩下就是确实我认为啊，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我自己特别喜欢产品经理的岗位，那我们大胆地去追求这个产品经理的岗位，我就给老板申请，我说我想做这产品经理，然后就老板给我这个机会，给我机会之后，我特别珍惜，就每天都在自己学习，自己去成长。后来呢，又趁着这个17年左右的这个增长黑客的崛起，我又开始自学这种增长黑客，又有这个机会转到做员工增长，我赶上这个热潮。所以整个来说，选择要比努力更重要。但其实你的经历告诉我们，就是说努力是一个就是必备的。对，就现在这个年代不缺努力的人，但是呢，你可能胜在一些选择上，跟你一样努力的一些人。对，一切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嘛。对，就是没有准备的话，我女朋友放在那儿，我不努力我也搞不定了，是吧？还得加油，你知道吗？郎老师最近呢也自己开始这个研究做这个短视频了，对吧？对。有建号吗？有建号。建号这个还是这个老规矩，我身边很多人做 UP 主，他的这个号的这个 ID 放在这儿啊，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账号。感谢。啊，最后一个题外话，咱们就可以结束了。马上520了，送女朋友什么东西？你不会没打算送吗？我从现在开始规划520我要送什么。马上还有几天？还有3天。这有点快了。哎呀，好幸运你提醒我了，我得想一想，我真的。看见没，朋友们，网上教那些套路，其实有的时候不管用，最主要的还得是脸皮厚。行，那今天那个快乐的访谈就到此为止。我跟郎老师是非常好的，就已经6年了嘛，从14年认识到现在6年了，我们经常会在一起玩。所以呢，大家如果以后还想看到郎老师跟我快乐的这个双人节目，可以多给这个视频点赞、投币、收藏，顺便给小王点个关注。那咱们今天的这个快乐聊天就到此为止，跟大家打个拜拜。再见，拜拜。拜拜，咱们下期再见，拜拜。